11月的雨夜，我站在价值690万的婚房客厅里，手中紧握着那份过户协议书，纸张在灯光下泛着冷白的光，雨点敲击着落地窗，发出急促的声响，就像我此刻砰砰直跳的心脏。苏晴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林浩站在沙发旁，眼神闪躲着，不敢直视我。我轻笑一声，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没办法，你把我的陪嫁房以500元的价格过户给你妹妹，这就是你说的没办法。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我慢慢撕开手中的协议书，碎片如雪花般飘落。林浩，还好我们还没领证呢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个月前的阳光正好，我和林浩手牵手走进了这套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公寓。哇，这里的装修真是太棒了！林浩兴奋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就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。我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心里也涌起一阵暖流。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给我准备的陪嫁，花了690万，在这个城市算得上是豪宅了。苏晴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林浩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拉入怀中。能娶到你这样的女孩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。我轻抚着他的胸膛，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。傻瓜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，那也快了。下个月我们就去领证。他在我额头上亲吻了一下，到时候这里就是我们的小窝了。客厅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们相拥而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我们的爱情祝福。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，幸福有时候来得太容易，失去起来也会格外残酷。对了，我妈说这周末要来看看房子。林浩突然想起什么，他特别想见见你，毕竟马上就要做婆媳了。我点点头，好啊，我也想见见阿姨。其实我心里有些紧张。林浩的家庭条件一般，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，母亲在家做些小生意，而我家算是小康之家，父亲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，母亲是医生，两家的经济差距让我有些担心。但看着林浩真诚的眼神，我觉得爱情应该能够跨越这些。我妈人特别好，你不用紧张。林浩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，他知道你家条件好，但他说只要我们2个人真心相爱就行。我笑了笑，心里的石头稍微落了地。周末如约而至，林浩的母亲王阿姨来了，还带着她的妹妹林雨。王阿姨是个看起来很朴实的中年妇女，穿着普通但很整洁。她一进门就开始夸赞房子的装修和位置。哎呀，这房子真是太好了，在市中心，交通又方便。王阿姨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景色。苏晴啊，你爸妈真是舍得花钱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林雨则显得有些拘谨，她比我小3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正在找工作。她悄悄打量着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，眼中闪烁着羡慕的光芒。姐姐，这房子得多少钱啊？林雨忍不住问道。雨，别问这些。王阿姨连忙制止，然后对我说，这孩子就是嘴快，你别介意。我摇摇头，没关系的。690万。话音一落，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。王阿姨和林雨都愣住了，显然这个数字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林浩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妈，我们去厨房看看吧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明显感觉到了林浩的变化，他开始频繁地接电话，而且每次都会走到阳台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
有几次我走近了，他就匆忙挂断电话，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。谁的电话？我问。工作上的事，他总是这样回答，然后迅速转移话题。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安，但又不想表现得太过敏感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，我不应该过分干涉。直到那个周四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屋里传来争吵声。妈，我真的没办法，苏晴家条件那么好，我们家拿什么比？林浩的声音透着焦虑。儿子，你别着急，妈妈理解你的难处。王阿姨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可是雨雨的工作真的需要一套房子做担保，她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。我愣在门外，心跳开始加速。可是这房子是苏晴的陪嫁，我怎么能……林浩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。儿子，你想想，你们结婚后，这房子不还是你们夫妻的吗？王阿姨的语气变得急切起来。雨雨只是暂时用，等她工作稳定了再还回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而入。客厅里的3个人都愣住了。王阿姨和林雨的脸色瞬间变得尴尬，林浩更是一脸惊慌。苏晴，你回来了。林浩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我们刚才在聊，我都听到了。我放下包，走到沙发对面坐下。你们继续说吧，我想听听具体是什么情况。王阿姨和林雨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王阿姨开口了。苏晴啊，是这样的，雨雨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但是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有房产做担保。什么工作需要房产担保？我疑惑地问。林雨小声说，是一家投资公司的销售，底薪很高，还有提成。我点点头，没有立即表态，心里却在快速思考着这件事的合理性。苏晴，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。林浩走到我身边坐下，但是雨雨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他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心软了一些。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想暂时把房子的产权证借给雨雨用，就是走个形式。王阿姨连忙解释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风险的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理智告诉我这件事不对劲，但感情上我又不想让林浩为难。第二天早上，林浩主动提起了这件事。苏晴，昨天的事我想了一夜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我们就算了。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我们的关系。看着他疲惫的神情，我心疼了。林浩，你妹妹的工作真的需要房产证吗？他点点头，是的，我昨天晚上还专门问了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那好吧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林浩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你说？我要见见那家公司的人，确认一下具体的要求。没问题，他立刻答应了。周末，林雨带着我们去了那家所谓的投资公司。公司位于一栋写字楼的15层，装修得很豪华。前台小姐穿着职业装，笑容标准而职业。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前台小姐礼貌地询问。我们找人事部的张经理。林雨回答。很快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。他看起来40多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商人特有的精明笑容。林小姐，您来了。张经理热情地和林雨握手，然后看向我们。这2位这是我哥哥和嫂子。林雨介绍道。张经理立刻换上了更加热情的表情。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。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会议室里，张经理开始详细介绍公司的情况和工作要求。我们公司主要做高端投资理财，客户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群。
张经理说话时手势很多，所以我们对员工的要求也比较高，不仅要有专业能力，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背景。为什么需要房产证？我直接问道。张经理笑了笑，这是公司的规定，主要是为了证明员工的稳定性和可信度。毕竟我们接触的都是大客户，他们对我们员工的背景很看重。听起来似乎很合理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那房产证需要抵押吗？我继续问。不，只是登记一下信息，证明员工有房产就行。张经理连忙摆手，我们不会对房产做任何处理的。林浩在旁边点头。苏晴，你看，就是走个形式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环顾了一下会议室。墙上挂着各种荣誉证书和合影，看起来确实像个正规公司。那工资待遇怎么样？我问。底薪8000，加上提成，1个月至少能拿到15000以上。张经理说得很自信。林小姐这么优秀，我相信她能拿到更多。林宇听到这个数字，眼睛都亮了。我心里还是有些疑虑，但看到林宇期待的眼神，又不忍心直接拒绝。我们回去考虑一下，我最终说道。从公司出来后，林宇一直很兴奋。姐姐，这个工作真的很好，工资这么高，而且公司看起来也很正规。林浩也在旁边附和。是啊，苏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说，我想先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。当天晚上，我在网上搜索了这家公司的信息，网站做得很专业，各种资质证书看起来也很齐全，但我总觉得有些地方说不出的奇怪。第二天，我偷偷去了那栋写字楼，想在实地考察一下。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家公司确实在15层，但是租期只有3个月，而且租金是一次性付清的。一般正规公司都是按年租的，像他们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。物业工作人员说，我心里的警铃开始响起。回到家后，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林浩。也许他们是新公司，所以租期比较短。林浩为公司辩护。苏晴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失望。林浩，你真的觉得这家公司没问题吗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他避开我的眼神，而且雨雨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浩变得更加焦虑。他频繁地接到王阿姨的电话，每次通话后都会愁眉苦脸。苏晴，公司那边催得很紧，说如果这周不能提供房产证，这个职位就要给别人了。林浩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撑着头。雨雨为了这份工作已经推掉了其他机会。我坐在他旁边，轻抚着他的背。林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家公司真的有问题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和雨雨都去看过了，很正规的公司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恳求。苏晴，你就帮帮雨雨吧，他真的很不容易。我心软了，看着林浩疲惫的样子，我实在不忍心继续拒绝。好吧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我说。林浩立刻来了精神。你说，房产证只能借用1个月，1个月后必须还回来。没问题。他激动地抱住我。苏晴，你真是太好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去了房产交易中心，林宇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他看起来很紧张，手里紧紧握着一个文件袋。姐姐，谢谢你。林宇走过来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我一定会好好工作，不辜负你的信任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还是有些不安。办理手续的过程中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需要填写一些表格，
我拿过表格一看，发现上面写的不是借用，而是过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指着表格问林雨。林雨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姐姐，公司要求必须是员工本人的房产，所以你要把我的房子过户到你名下。我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。林浩连忙拉住我：“苏晴，你小声点。”我甩开他的手。林浩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林浩的眼神闪烁着，没有直接回答。我明白了，他早就知道，但是没有告诉我实情。我们走。我转身就要离开。苏晴，你听我解释。林浩追了上来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于与工作稳定了，他会把房子过户回来的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他。林浩，690万的房子，你让我过户给你妹妹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房子不还是我们的吗？他的语气有些急躁。我冷笑一声，所以你觉得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？林雨在旁边小声说：“姐姐，我真的会还回来的，我发誓。”我看着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个看起来纯真的女孩，原来也会撒谎。你们想要这房子，可以，我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林浩和林雨都紧张地看着我。过户费用你们出，还有，我要你们写一份协议，保证1个月后把房子过户回来。没问题。林雨立刻答应了，林浩也点头。苏晴，你真是太理解我们了。但我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其他的事情。过户手续办完后，我提出要看看那份工作协议。什么工作协议？林雨有些疑惑。你和那家公司签的劳动合同啊。我说，既然为了这份工作把房子都过户了，总该有正式的合同吧。林雨和林浩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林雨说，合同还没签，要等入职后才签。我心里的疑虑更重了。那你怎么确定他们一定会录用你？张经理说了，只要房产证的事情解决了，就可以马上入职。林雨回答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当天晚上，我偷偷去了那家公司所在的写字楼，15层已经人去楼空，办公室里空空如也，连桌椅都被搬走了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林浩。不可能，林浩不敢置信。昨天我们还去过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搬走了？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冷静地说。林浩匆忙赶到公司，1个小时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苏晴，他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这根本就是个骗局。我看着他，林浩，你妹妹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？不是的，雨也被骗了。林浩连忙为妹妹辩护。我没有理会他的解释，而是拿出手机拨打了林雨的电话。雨，公司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我直接说道。现在我们需要谈谈房子的事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林雨说，姐姐，我现在在外面，晚上再说吧。晚上，林雨来了，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，王阿姨也跟着来了。苏晴啊，这件事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王阿姨一进门就开始道歉，我们也没想到会遇到骗子公司。我点点头，阿姨，我理解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房子过户回来。王阿姨的表情有些尴尬。苏晴，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什么意思？我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林雨小声说，姐姐，房产证我弄丢了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听错了。我把房产证弄丢了。林雨的声音更小了。昨天晚上我把包放在餐厅里，
今天早上发现房产证不见了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差点站不稳。林浩连忙扶住我：苏晴，你别着急，房产证丢了可以补办的。补办？我冷笑一声，你知道补办需要多长时间吗？而且现在房子的产权人是林宇，我凭什么去补办？王阿姨在旁边小声说：要不然我们先报警吧，说不定能找到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开始暗中调查这件事。我找到了那家投资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，发现这家公司确实存在，但注册地址和实际办公地址不符。更重要的是，公司的法人代表姓张，正是那个张经理。我又查了张经理的背景，发现他之前就有过类似的诈骗记录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，这是一个专门针对我的骗局。而林宇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。我把这些发现告诉了林浩，他的脸色变得煞白。苏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于宇和那个张经理是一伙的，你觉得呢？我反问道。林浩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我去问问于宇。当天晚上，林浩带着林宇来了。林宇看起来很憔悴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怀疑我。林宇一开口就开始哭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我冷静地看着他的表演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那个张经理会有你的电话？为什么公司搬走的时间这样巧合？我不知道。林宇哭得更厉害了。也许他们早就盯上我了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一张照片。那你解释一下这个照片是我从监控录像里截取的，显示林宇在公司搬走的前一天晚上和张经理在一家咖啡厅里见面。林宇看到照片后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林浩也看到了照片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林宇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突然跪了下来：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他抱着我的腿，哭得声嘶力竭。我不应该贪心，不应该想要这套房子。真相终于大白了，原来林宇从第一次看到这套房子开始就动了心思。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张经理，两人合谋设计了这个骗局。我只是想要一套房子，我没想伤害任何人。林宇哭着说：姐姐，你原谅我吧，我把房子还给你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林宇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林浩，你呢？我转向林浩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？林浩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苏晴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心里却在滴血。林浩终于承认了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但是我没有阻止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房子迟早也是我们的。我点点头，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走到沙发旁，拿起包。房子的事情我们法庭上见。苏晴，你别走。林浩想要拉住我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我转身看着他，谈什么？谈你们是怎么合伙骗我的，还是谈你是怎么背叛我的信任的？林浩，还好我们还没领证呢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走出那套曾经让我满怀憧憬的房子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，夜空中下起了小雨，雨滴打在脸上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。我坐在车里，手机不停地响着，都是林浩打来的。我没有接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雨滴在车窗上划过的痕迹。第二天，我去了律师事务所。苏小姐，根据您提供的证据，这确实构成了诈骗。律师看完所有材料后说：
但是房子已经过户了，要想拿回来，需要通过法律途径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我问。如果对方配合的话，可能几个月就能解决，但如果对方不配合，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长时间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已经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。当天下午，王阿姨来找我了，她看起来很憔悴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精神。苏晴，阿姨求求你，放过雨雨吧。王阿姨一见到我就开始哭，她还年轻，不懂事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我看着这个曾经让我尊敬的长辈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凉。阿姨，我尊重您，但这不是不懂事的问题。我平静地说，690万的房子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王阿姨擦着眼泪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把房子卖了，钱还给你。我摇摇头，阿姨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信任的问题。王阿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苏晴，那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让林雨配合法律程序，把房子过户回来。可是，雨雨说房产证丢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阿姨，您觉得我会相信这种话吗？王阿姨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她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了。苏晴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王阿姨的语气变得有些愤怒。浩浩那么爱你，你就不能为了他原谅雨雨吗？我看着她，心里涌起一阵寒意。阿姨，您觉得一个连女朋友都能背叛的男人，值得我为他牺牲什么吗？王阿姨被我的话噎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而且，如果林浩真的爱我，他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我继续说道，他会在第一时间阻止林雨，而不是成为共犯。王阿姨终于明白了，我不仅要追回房子，还要和林浩分手。苏晴，你真的要和浩浩分手吗？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王阿姨又哭了起来。苏晴，阿姨求求你，给浩浩一个机会吧，他真的很爱你。这段时间他都瘦了很多。我心里有一瞬间的软弱，但很快就坚定了决心。阿姨，爱不是背叛的理由。我站起身来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要走了。王阿姨看着我决绝的背影，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起诉我的不是林雨，而是林浩。他在起诉书中声称，这套房子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他有权决定房子的用途。我看着这份起诉书，心里涌起一阵愤怒。没想到林浩会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。我立刻联系了律师，准备应诉。苏小姐，对方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。律师看完起诉书后说，你们没有结婚，这套房子是你父母给你的陪嫁，完全属于你的个人财产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疑惑地问。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程序拖延时间，或者想给你施加压力。律师分析道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林浩的缓兵之计。当天晚上，林浩来找我了，他看起来确实瘦了很多，眼圈发黑，胡子也没有刮干净。苏晴，我们谈谈吧。他站在门口，眼中满是疲惫。我没有让他进门，就在门口和他对话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冷淡地说，你不是已经起诉我了吗？我撤诉，我马上就去撤诉。林浩急切地说，苏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林浩，你觉得撤诉就能解决问题吗？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他的声音有些绝望。苏晴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难道这些感情都不值得一次原谅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林浩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不会让我陷入这种境地。我是爱你的，
我比任何人都爱你。他想要握住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爱我？我冷笑一声。你爱的是我，还是我家的钱？林浩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苏晴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那你告诉我，如果我家没钱，没有这套房子，你还会选择我吗？林浩沉默了，这个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明白了。我转身要关门。苏晴，等等！林浩阻止了我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我确实是因为你家的条件才追求你的，但是后来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我停下动作，回头看着他，真的爱上我了。我问，那为什么在房子的事情上，你选择站在林雨那边？林浩低下头，没有回答。林浩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发现你们骗我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不是房子，而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能够经受任何考验，但是我错了。苏晴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林浩抬起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我会把房子要回来，我会让雨雨向你道歉，我会做任何你想要我做的事。我摇摇头。林浩，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，不能重来。而且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你根本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关上了门，将林浩的哭声隔绝在外。3个月后，法院判决下来了，林雨被判诈骗罪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同时房子必须过户回我的名下。张经理也被抓获，他承认了整个诈骗过程，并供出了林雨是他的同伙。林浩的起诉被驳回，法院认定他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我重新拿到房产证的那天，心情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。这场闹剧虽然结束了，但留给我的伤害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。我决定把房子卖掉，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。房子很快就找到了买家，成交价格比当初的690万还高了一些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张照片，是我和林浩第一次来这里时拍的。照片里的我们笑得很开心，满脸都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我看着照片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那时候的我们真的以为爱情能够战胜一切，但现实告诉我，有些人的爱情是有价码的。我撕掉了照片，连同那些美好的回忆一起扔进了垃圾桶。搬家的那天，王阿姨来了，她看起来老了很多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苏晴，阿姨想和你说几句话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她。阿姨对不起你。王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是我没有教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。阿姨，您别这样。我扶起她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雨雨被判刑了，浩浩也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。王阿姨的眼中含着泪水。苏晴，阿姨不求你原谅我们，只求你能照顾好自己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对这个善良的女人还是有些同情的。阿姨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王阿姨走后，我继续收拾东西。黄昏时分，林浩来了，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憔悴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苏晴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他站在门口，不敢进来。我没有回答，继续收拾着东西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挽留你。林浩的声音很轻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是真的爱过你的。我停下动作，转身看着他。林浩，如果你真的爱过我，那就祝我幸福吧。林浩点点头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苏晴，我会记住你的好，一辈子都会记住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继续收拾东西。当最后一箱东西被搬走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套曾经让我满怀期待的房子。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
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关上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在新的城市里，我重新开始了生活。偶尔会想起那段往事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。还好，我们还没领证呢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；而有些选择一旦做出，就要承担后果，无论是好是坏。我学会了保护自己，也学会了识别真爱。真正的爱情不会让你在金钱面前变得卑微，也不会让你在利益面前失去尊严。那些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的人，不值得我们浪费任何时间和感情。生活还在继续，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真正属于我的幸福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